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今天我們要來深入聊一個，可以說正處在生存危機中的意識形態——美國的自由派錫安主義。這不只是一個地緣政治話題，它背後其實是一場非常深刻的理念戰爭。好的，那今天這一趟分析，我們會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的往核心去探討。首先，我們會先定義一下這個所謂陷入危機的概念到底是什麼。接着，我們會回到最源頭，看看它最初那個充滿理想的藍圖長什麼樣子。第三部分，我們會來談理想跟現實之間那道巨大的裂痕是怎麼產生的。再來，我們會看看它在今天這個意識形態的戰場上正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夾擊。最後，我們一起來思考一下，在專家們的眼裡，這條路未來到底還有沒有可能走下去？好，那我們就進入第一部分。在開始任何深入的辯論之前，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先對齊認識，搞清楚我們今天討論的主角到底是誰。我們要拆解的是一個在現代社會中充滿了矛盾還有張力的概念。好，所以最根本的問題來了，我們到底在談論什麼？自由派錫安主義這個詞，你可能在新聞或文章上看過，但它真正的意思，還有它在不同人的眼中代表的意義，其實遠比字面上看起來要複雜得多。OK， 簡單來說，它的核心信念就是他們相信一個猶太國家不只應該存在，而且還必須是一個堅守自由民主價值的國家。這個理念通常會跟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獨立建國的兩國方案綁在一起。但這裡有一個很關鍵的點，根據學者約書亞萊佛的研究，這個詞其實非常新，大概是1990年代末期才冒出來的。而且有趣的是，它很多時候從一開始就是被當成一個帶有批評意味的標籤來使用。為了讓你感受到這個主題有多麼的嚴肅，哈佛法學院的諾亞·菲爾德曼教授，他直接撂下一句重話：如果這都不算危機，我不知道什麼才叫危機了。這句話可以說精準地抓住了我們這次分析的核心。這個意識形態正面臨着一個非常深刻，甚至可以說是根本性的生存危機。那麼，這場危機是怎麼來的？要真正理解現在的困境，我們得先搭時光機回到過去，看看這個理念在剛誕生的時候，它最初的設計藍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理想樣貌。這位理想藍圖的總建築師就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前大法官路易斯·布蘭迪斯。早在自由派錫安主義這個詞被發明出來的幾十年前，他就已經為這整套思想的核心邏輯打下了非常堅實的理論基礎。費爾德曼教授把布蘭迪斯在1915年提出了一個奠基性的論述，拆解成了很清楚的3個步驟。第一步，他主張自由主義的本質其實就等同於猶太教的核心精神。第二步，他提出一個一致性論點，意思就是說，身為一個猶太人、一個美國人、一個自由主義者跟一個錫安主義者，這4種身份是完全可以相容的，彼此之間沒有任何衝突。那第3步呢，叫做投射性認同，他把自己對於一個理想美國社會的想象，直接投射到當時遠在中東的那些錫安主義的開拓者身上。這裡的對比真的非常強烈，也深刻地揭示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布蘭迪斯投射出一個近乎完美的烏托邦幻象，他甚至宣稱當時的巴勒斯坦沒有猶太罪犯。但你反過來看以色列的建國總理本古利安，他的想法就務實到有點殘酷。他認為錫安主義這個計劃要等到以色列這個社會正常化到出現了猶太小偷、猶太妓女的時候，才算真正的成功。你看，一個是追求純潔無瑕的幻想，另一個則是擁抱人性複雜甚至是不完美的務實願景。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下一個關鍵點了，我們要來看看歷史的巨輪是怎麼樣在這一套美國式的理想跟以色列土地上的現實之間，硬生生撕開一道難以彌補的巨大裂痕。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學者約書亞·萊佛就點出，錫安主義這個詞會因為你人站在哪裡而發展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意思。在美國，它比較像是一種在多元社會裡為猶太這個群體爭取包容和權益的政治工具。可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那個脈絡下，它代表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一種帶着征服、軍事化以及要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這道裂痕當然不是一天造成的，有幾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一步步地侵蝕了美國人對以色列那種理想化的看法。1967年的六日戰爭開啟了對巴勒斯坦領土長達幾十年的佔領。到了90年代，奧斯陸和平進程一度點燃了巨大的希望，但沒想到進入2000年初，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和平進程徹底失敗，所有幻想都破滅了。然後到了今天，社群媒體的興起，更是讓過去那種經過精心篩選、包裝的官方說法完全失效了。沒有經過濾鏡的現實畫面，直接衝擊着每一個熒幕前的觀眾。費爾德曼教授還提出一個很深刻的觀察，他認為，在過去這半個世紀裡，對很多進步態的美國猶太人來說，對以色列這個國家的政治效忠，在情感層面上，慢慢地取代了傳統的宗教信仰。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後果，任何關於以色列的意識形態衝突，對他們個人來說，那個賭注都變得非常非常高，因為這等於是直接挑戰了他們身份認同的核心。所以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巨大的情感轉變。對布蘭迪斯那一輩的人來說，以色列是一個能帶給他們正能量、充滿烏托邦幻想的投射對象。但是對他現代的思想繼承者而言，以色列反而成了一個充滿認知失調、讓人感到非常沮喪的來源。好，現在我們把鏡頭拉回到當代的戰場，這個意識形態現在的處境，真的可以用四面楚歌來形容。它同時受到來自好幾個不同，甚至是相互對立的方向發出的猛烈攻擊。這是來自其中一方的批判。紐約大學的蘇西·林菲爾德教授，他用了非常嚴厲的詞彙來形容他所觀察到的某些親巴勒斯坦的校園運動。他認為這些運動的最終目標可以被稱作是一種消滅主義政治，也就是說，他們尋求的是消除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實體存在。為了讓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林菲爾德的批判框架，他引用的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叫做高尚的反猶主義。這個詞最初是用來描述1960年代歐洲新左派的某些政治立場，他們的反錫安主義在他們自己看來是一種道德上很高尚的行為。林菲爾德就認為，這種思維模式在今天的一些運動裡面又重新出現了。接着，我們來看來自完全相反方向的尖銳批評。很多反錫安主義的批評者，他們認為自由派錫安主義者不過就是在演繹出邊開槍邊哭泣的戲碼。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他們口頭上對暴力行為感到懊悔、感到痛苦，但這種讓自己感覺很糟糕的行為，其實只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是為了讓自己感覺良好，最終還是為暴力行為找到了正當性。這是一種非常深刻的虛偽。好了，分析了這麼多歷史跟現況的困境之後，我們終於來到最後一部分，也是最關鍵的問題。那未來呢？對於這個意識形態的明天，專家們到底抱持着什麼樣的看法？到底還有沒有可能的出路？那麼接下來到底該怎麼走？整個意識形態的未來 viability， 也就是它作為一個還能存活下去的可行信念，到底還存不存在？這成了這場辯論的真正核心。
對這個問題，專家們提出了3條截然不同的路。第一條，約書亞·萊佛認為，我們還是應該努力去翻新，並且重振兩國方案。雖然他也承認這條路現在看起來極其困難。第二條，諾亞·費爾德曼的看法就比較悲觀了。他覺得，在現在的現實底下，你如果還想繼續維持這個信念，你需要面對巨大的認知失調。也就是說，你的信念跟你眼前看到的事實存在着難以調和的根本矛盾。最後，蘇西林·菲爾德主張，應該把力氣集中在支持以色列內部的進步力量，但同時又必須奮力對抗來自極左派的消滅主義，以及來自極右派的犬儒政治。在這裡，菲爾德曼教授還點出了一個他稱之為毀滅性問題的現象，那就是世代之間的斷裂。他觀察到，現在美國主流的猶太社群機構越來越強硬地要求成員必須抱持親以色列的立場，而這個要求正導致許多年輕人因此感到被排擠、被疏遠，最後乾脆選擇直接離開，不再參與了。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看到一個誕生於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如何在現實世界的衝撞之下，一步步走向了深刻的危機。它最初的核心邏輯是追求一種完美的一致性，但現在卻不得不面對一個充滿尖銳矛盾的現實。所以最後留給大家思考的問題就是，一個根植於理想化幻想的理念，真的有辦法在一個如此殘酷的現實中存活下來嗎？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